乳糖不耐症是一种消化系统的问题，主要指的是人体缺乏分解乳糖所需的酵素乳糖酶。乳糖是一种存在于牛奶及其制品中的双糖，它需要被体内的乳糖酶分解成2种单糖，即葡萄糖和半乳糖，才能被肠道吸收。然而，乳糖不耐症患者的肠道缺乏足够的乳糖酶，因此无法有效分解乳糖，导致乳糖在肠道中无法被吸收，进而引起一系列消化不良的症状。大家好，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与鼓励。那影片开始了。乳糖不耐症和乳糖过敏两者都与乳糖的反应有关，但两者实质上是完全不同的疾病。乳糖不耐症是由于体内缺乏乳糖酶而引起的，而乳糖过敏则是一种免疫系统对牛奶蛋白质的过度反应。乳糖不耐症通常是一种成年人的常见现象，其症状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包括腹泻、腹部胀气、腹痛等，通常在乳糖摄取后数小时内出现。相反，乳糖过敏则更常见于婴儿和幼儿。乳糖过敏的症状涉及到免疫系统的反应，可能包括皮肤红肿、呼吸急促，甚至是严重的过敏反应，这可能导致急性严重的健康问题，需要即刻就医。乳糖不耐症的发生主要与体内缺乏乳糖酶有关。乳糖酶是一种存在于肠道内的酵素，负责分解牛奶和乳制品中的乳糖成为可被吸收的单糖，包括葡萄糖和半乳糖。然而，某些人体内的乳糖酶水平较低，或者由于年龄增长、遗传因素、肠道疾病或手术等原因，导致乳糖酶的产生量减少，进而形成乳糖不耐症。乳糖不耐症的风险在一些族群中较高，例如亚洲和非洲的一部分人口。相较于欧洲人，其乳糖不耐症的发生率较高，这可能与历史上乳制品在不同文化中的消耗习惯有关。要确诊乳糖不耐症，通常需要经历医疗专业的评估和检测，其中一种常见的检测方法是乳糖耐受试验。患者在空腹状态下摄取一定量的乳糖，随后定期测量血液中葡萄糖浓度的变化。如果患者无法有效分解乳糖，血糖水平将上升，这表明可能存在乳糖不耐症。另一种常见的检测方法是氢气呼气试验。在这种试验中，患者在摄取乳糖后，如果体内无法将其完全吸收，乳糖将进入大肠，细菌分解乳糖产生氢气，而氢气会通过呼气排出。通过测量呼气中的氢气浓度，可以评估乳糖不耐症的程度。目前，乳糖不耐症的治疗主要包括饮食调整和症状管理。患者应避免或限制摄取含有大量乳糖的食物和饮料，例如牛奶、奶酪和乳制品。在市场上已有一些乳糖替代品，例如乳糖酶剂，可在进食乳制品前使用，以协助分解乳糖。此外，营养师的协助对于制定合适的饮食计划是相当重要的，以确保患者获得足够的钙质和其他营养素。有些患者可能需要补充钙质或其他营养素，以避免因饮食限制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乳糖不耐症的症状主要表现在消化系统，通常在摄取含有乳糖的食物或饮料后数小时内出现。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症状：腹泻，由于未被分解的乳糖进入大肠，引起水分滞留，造成腹泻；腹部胀气，大肠中的细菌分解未被吸收的乳糖，产生气体，导致腹部胀气感；腹痛，乳糖不耐症患者在摄取乳糖后可能感到腹部不适或疼痛；肠道不适，包括呕吐、肠鸣和肠胃不适感。乳糖不耐症患者在饮食上需要特别注意，避免摄取过多的乳糖，以减缓症状的发作。以下是一些建议：谨慎饮食，注意饮食中的乳糖含量，选择低乳糖或无乳糖的食物，以减少症状发作的风险。
也可改以植物性奶类替代品，例如豆浆、椰奶、燕麦奶、杏仁奶等。植物性奶类替代品是不含乳糖的选择，可作为牛奶的替代品。注意食品标签，仔细阅读食品标签，确保避免摄取含有乳糖的产品。一些商店中提供了特别为乳糖不耐症患者制造的低乳糖或无乳糖食品，包括乳糖不耐症友好的奶制品、点心和烘焙食品。药物治疗，在一些情况下，医生可能建议使用乳糖酶剂或其他药物，以帮助处理乳糖不耐症引起的症状。乳糖酶剂是一种常见的乳糖替代品，它含有乳糖酶，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症状。患者在进食含有乳糖的食物前可以使用。寻求营养师建议，营养师能够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建议，确保患者获得足够的营养，特别是钙质。少量多次饮用。轻度的乳糖不耐症不必太过恐慌，也无需完全拒绝饮用牛奶。透过每天少量增加乳糖摄取量，可渐渐提升身体消化乳糖的能力。乳糖不耐症是由于体内缺乏乳糖酶所引起的消化系统问题。本影片带您深入了解这一常见但被忽略的健康问题。饮食建议，避免食物替代品推荐，完整涵盖。祝您拥有更健康的生活。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主题，记得点赞和订阅，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